蒙面财经，朋友们好。最近我的这个视频点击量非常低啊，只有以前的1/10。那原因呢，可能就是账号目前还处于异常的状态，那所以平台呢也不怎么推荐。所以很多给我留言的朋友也说啊，发现要找到我的视频比较困难，需要点到很深啊，点到这个频道主页才能看到我更新的这个视频。那这个呢，确实比较打击我做视频的积极性啊，也希望 YouTube 能快点解决。那如果有朋友在 YouTube 工作，或者是认识 YouTube 的朋友啊，希望能够帮忙。那今天呢，本来也不太想做视频了，因为流量确实太少了，想等频道账号恢复正常以后再做。但是想想呢，现在看我视频的这3000多个粉丝啊，3000多个点击，那真心呢都是铁粉啊，就算没有推送的情况下，还能点进我的频道，然后去看我的视频啊，我觉得后面想想我还是继续做吧，就当是为你们这帮铁粉了。所以希望呢你们从我的视频里面也有收获。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几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见微知著，看看能感受一些什么。那第一个呢是今天看到一条新闻啊，是关于这个太和院子，这个关于它停工啊，然后延期交房，业主维权的一个新闻。那大家看这张图啊，这个图呢就是这个太和院子的2期业主集体维权，然后号召的写了一封倡议书。那关于太和院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啊？就是各地都有，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啊都有太和院子。那太和院子呢，基本都是一些大户型啊，有5居室啊、4居室啊、3居室。那一套最小的呢，也要将近1000多万。那平均来说呢，应该是在2000到3000万的一个价格，应该算是比较中高端的啊，或者说高端的住宅了。那就这样的高端住宅呢，而且是在18年当时开盘的时候卖得非常火爆的一个盘。也需要摇号排队的一个住宅。那如今呢，没想到业主啊也面临着这种维权的困境。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看一下啊，这封这个倡议书里面说到的。那第一部分呢，他就说这个太和北京院子，2期停工已经超过了半年啊，至今还没有这个有效复工。工程的这个进度呢严重拖后。那非常希望他们这个业主啊，非常希望今年底能够封顶。然后2019年开发商呢就承诺当年封顶，但是没有履行承诺。如果再错过2020年，将无法按期交房啊。因此呢，我们请太和在5月15日前全面复工啊，6月15日前依法完成网签啊。那本来太和的承诺呢是19年交房的，但是后面呢看来是资金链比较紧啊，一直推迟到今年，包括到了2020年还没有开工。那第二部分呢，又说啊，这个鉴于太和目前的财务状况以及上海、杭州太和项目正在进行的维权事件，我们必须紧紧依靠党和政府啊。我们相信只有党和政府能够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就说啊，是相当于帮政府想好了主意啊，只要你政府出来配合就好。就是说恳请那个北京市政府建立北京院子2期建设专用资金监管账户。那北京院子2期建设呢，还需要资金5亿左右。那接下来呢，他们认为北京院子2期呢会收到8亿的这个按揭款，然后希望政府拿出一半呢作为建设保障资金。那就是基本是这么一个倡议书啊，整个的这个内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太和北京院子的业主们非常着急啊，这个18年就交了钱买了房，到了这个2020年还没住上，而非但没住上还没开工啊，遥遥无期。那显然是太和集团遇到了困境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太和集团这个它本身也是一家上市公司啊，看看它的一个财务的一个状况。那从这个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太和集团的这个1季度的收入和利润很难看啊，收入只有4.79亿啊，下降了93%，净利润呢是负的5.63亿啊，也下降了157%，然后整个净资产收益率呢是负的2.5%啊，85%，非常非常的差。这个里面还没有说它这个经营现金流量啊，经营现金流量应该是更差的。整个这个包括负债率啊也很高，85%。整体来讲呢，就是太和集团明显的处于一个非常严峻的财务困境之中啊，时刻有可能这个它的资金链啊可能有点跟不上。那讲这个新闻呢，是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啊，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确实不少房地产啊，确实资金压力很大。这个我们看到4月份呢，他们在海外市场的融资额是0啊，就是在海外市场这块，因为3月份呢，中资房企在海外市场的这个债券啊被大幅抛售，跌得很惨，所以到了4月份呢，海外的投资人基本就不太信任啊，不太相信他们这个发债的这个偿还能力，所以说就融资额就只有0，很差。那再加上4月份呢，整个房地产企业的销售回款呢，也不是很畅通啊。我们上个节目也给大家看了，整个4月份至少在2线城市这一块
大部分的城市这个销售面积都是负增长甚至有很多是负的50%多的增长像泉州武汉很多地区上期节目我也给大家讲了。那整体房地产业的资金呢，压力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那很多之前这个销售的一些期房到了这个交房期呢，可以说是迟迟交付不了我相信这个呢，可能也不是泰禾集团的个案后续各地呢，应该还会有很多类似的这种期房无法交付的维权事件这是第一点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房地产资金压力大。第二个呢，很多期房确实交不了房后面可能也还会有更多。那第二点想说的呢，就是最近几年金融暴雷事件真的是不断连续不断。从15年的这个 P2P 的暴雷一直到这个近期的这个依然还有很多的这种P2P 的暴雷这个非法集资的暴雷包括到最近的原油宝这种在中行的这种产品原油宝的暴雷，再到现在的这种高端的豪宅无法交付，可以说这个财富的这个消灭的规模和级别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高投资人可以说是稍有不慎，损失的金额就从前几年可能还几十万的这个规模，到现在基本是几百万你像原油宝很多的客户都损失的金额都在几百万，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几千万的规模像这种高端的豪宅无法交付那你可能几千万可能就是砸在那里。那暴雷的规模呢是越来越大，不可测的这个事件呢也确实在增多，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今天刚出来的关于这个徐翔徐翔妻子的离婚案。那徐翔大家知道是中国私募界的一哥私募界的大佬，那应该是私募界里面这个财富量最顶级的一个投资人。那在15年这个发生了这个事件以后出了事以后，整个被罚没了非常多的财产大概是这个总共是210个亿吧。那徐翔的妻子呢，他想把这个合法财产和这个违法所得区分开来想通过离婚呢，然后分割这种合法财产，所以进行了离婚案的一个申请。那这个离婚案呢，中间拉扯了很长时间到现在整整已经将近有1年的时间。那持续的非常长。那今天出来了，这个离婚案又要推迟那当时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呢，是把查封、冻结、扣押了徐翔的全部家庭资产刚才我也说了，就初步统计，他是当时是210个亿。那210个亿里面，其中是违法所得呢是追缴了100个亿，然后又罚没了110个亿总共构成210个亿。那徐翔妻子她陈述的理由呢是罚没的110个亿，她认为是合法财产。如果按照夫妻共同财产的这种原则呢，徐翔自己那部分呢只有55个亿就是说你罚没只能罚徐翔的那个部分，你不能把这个徐翔妻子的也罚了。那他认为不足部分，就是这个55个亿后面不是还差这个55个亿嘛？就不足部分呢，你只能向徐翔追讨不能把另一半应属于这个徐翔妻子的财产也全部罚没就是他觉得就变成了一人犯法，全家财产罚没这种连坐制度。本来呢，徐翔刚才我也说，本来呢，徐翔的妻子他希望通过离婚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是离婚案的这个判决呢久悬不决，至今呢也有1年有余。所以切割财产这条路走的也比较曲折这应该说是目前这个中国比较顶级的金融维权案件了比较顶级的一个案件。那我们后续呢可以继续关注这也算是一件就比较大的事吧。这是很多金融界的人士呢也一直在关注他们家的这个情况，这个案件。这是第二个事儿。第三个事呢，就给大家讲讲这个原油宝的处理之前我有节目也讲过原油宝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这个产品期货这些我都讲过。那最后呢，原油宝它给出了一个处理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处理的原则呢，就是说这个在1000万以上的呢就完全没有赔付，在1000万以下的呢是底线，就最多赔你保证金的20%。这是总行给出来的一个赔付的一个原则。那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案例吧，或者是有一个人吧，他这个你看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身价这个附加损失就是那个由原油跌到负的那部分损失这个是由中行自己来银行承担了，就是负的73万这块。然后应退保证金呢是3794就是这个他保证金余额里面还有一些钱。然后呢，补偿部分是补偿了9万块钱补偿9万。这个补偿的9万块钱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按客户的持仓成本就是持仓成本每桶165元乘以这个桶是2750桶大加起来差不多是45万。那这就是这个客户这个持仓的一个成本。那45万呢乘以25%乘以20%，差不多就是9万就是最多呢我再还给你9万。然后因为穿仓的那部分就是负的那个附加损失这块呢，银行自己兜了。所以总体来讲呢，
就是说就跟我以前之前节目里判断的一样啊，基本是各打50大板，就互相其实是一个妥协啊，就是中国银行承担一部分损失，然后呢投资人也承担一部分损失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结局。那好，这是原油宝的一个处理啊，原油的处理，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比这个 P2P 还是好一点，对吧？它还是有这个20%的回款，然后呢，也这个中国银行也承担了一定的损失啊。但是我看到新闻也有一些投资人不服，还想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啊要回更多的钱。好了，这是这个跟大家说的这个三件事啊。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确实来到了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一个时代啊，也是一个不小心就容易被收割的时代。那无论你是前浪还是后浪啊，或者说是普通人呢，还是有钱人啊，远的呢有 P2P， 近的有原油宝啊，或者豪宅变成烂尾。那在这种时代里呢，确实是需要有一点甄别的能力和审慎的思维啊，才能安然的度过。那现在这个时代确实也是比较奇特啊，它是这个狂热和这个财富幻灭共存的一个时代。就是一部分人呢，他天天在担心的钱贬值啊，也是惶恐不安中自己这个财富缩水，每天呢绞尽脑汁想的是怎么资产保值增值啊，不要缩水。那另一部分人呢，却在经历这种财富的幻灭啊，也就是不知道哪一天一个什么事件就把你这辛辛苦苦几十年的财富积累啊，就给你消灭掉了。那确实呢，让人比较焦灼啊，似乎就是好像做什么都不对，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好像也不对啊。关键呢，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在国家的这个制度层面啊，确实还是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契约精神啊，没有画出那条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的泾渭分明的一个界限这个法治的社会呢还没有完全的达成啊。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啊，这个谢谢大家的收看。蒙面财经呢也与你们共同成长咱们一起共同见证这个大的时代，也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